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只有这条路了，走吧。走。啊！走！干什么呢？汉江村村长求见大当家。跑这儿来找死呢？大当家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？滚！走！汉江村村长求见大当家。哎呀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够了。见过大当家。村长，你可知这是哪儿吗？土匪站。哦，知道还敢来，不怕死？就是怕死，我们才过来。今年大旱，庄稼颗粒无收，再这样下去，村民迟早饿死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我们才想找大当家借点粮。我们是匪，你们才是民。问我们借粮，因为我们是开善堂的，不抢你们已经很好了。那不管是山匪、土匪，都是靠抢夺老百姓的粮才能活下去。要是村民都死绝了，然后你们抢谁去？哎，所以，我们应该乖乖把粮给你们送下去是借粮。我以村长身份担保，要是能熬过今年，来年这粮，我们加倍奉还。求你的大当家！上来这头来！够了！把我们的粮分给他们一半。大当家，我们粮分出一半，咱们就去，让兄弟们给他们送下去。别忘了，再带包春粽。哎，大当家的恩泽，咱们汉家村世世代代都会记得。谢过大当家，谢谢大当家。不知大人如何了？当下权臣执掌太仓，竟以梨园喉舌相胁。朕虽有雷霆之怒，怎奈投鼠须忌器。如今我有杨清密赴汉阳，密谕新道，方成破局之任。杨清可愿？陛下拔臣于草莽，既是陛下所愿，臣必达。在忍后心碎初时，必使太仓蜀阙尽失其力，若不成，臣提头来见。好。杨将军，您来了。委屈大人替皇上在此落草为寇，辛苦培育道种啊！哎，为陛下效力，乃为臣本分。若我留在京师，那育种之事恐会有奸臣阻碍。留在这儿，还是能安心培育道种。大人能理解，皇上也就心安了。大人放心，到明年秋收之时，皇上南巡之日，定会亲自到此迎大人回京。好，待到来年丰收，那陛下就不会再受这控制粮仓的皇亲贵胄牵制，朝廷能够实行改革，除奸臣，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。大当家，成了，成了！大当家，你培育的这种新稻种终于成功了，这产量、这收成比平时的水稻高出好几倍呀！好，好啊！只要把这批水稻收完，那我们就能顺利完成陛下交代的任务，回京了。兄弟们，想不想早些回去？想。那就加把劲，把这些水稻收完。届时，我带大家一起回家。好，走。
走，来。不知那帮村民现在如何了？村长，村长，哎呦，村长，去年还颗粒无头，你看今年这2层全满了。谁说不是啊？哎，你还别说，这个土匪抢来的种子啊，就是好啊！今年呀，有了这些粮，我们总算能过上好日子了。可是三儿，这粮是咱们答应要还给土匪的。哼，要我说呀，咱这粮凭啥还啊？咱们辛辛苦苦累死累活的干了1年，好不容易有个丰收年，我还想卖点粮换点钱，好好乐呵乐呵呢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是啊，不还，不还。三儿，你别忘了，当初可是土匪借粮救了咱们，他们还没抢过咱们村子，这粮要不还，是不是太没良心了？我呸！范明儿，你可别忘了，他们可是土匪啊，他们是咱老百姓的敌人，他们今年不抢，你能保证他们明年不抢，后年不抢，以后都不抢吗？啊，你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残忍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都一个村里的，吵啥吵呢？村长，这粮咱到底还不还嘛？还粮？他们寨里的粮多少吃都吃不完，能差我们这一点？不还。对嘛？你看就不应该还。哼！村长，这粮要不还，到时候那土匪不会来咱们村子闹吧？这我早就料到。哎，村长，您这是有办法了？现在啊，那巨石城里的军头正在四处剿匪，我正好可以带军头到土匪寨里将他们。哎，村长，那个土匪头子可是个硬茬，我看不好惹。那还不简单？我待会儿啊，就到山里，以村里丰收宴请为由将他给支开。到时候你们在村里就尽力把他给拖住，我再带军头到土匪寨里剿匪。到最后剩他一个人，还能掀起什么风浪不成？等咱们将那土匪头子给拿下，到时候不仅不用还粮，还能领取剿匪赏钱，这不一举两得吗？还有赏钱，还有赏钱！打倒土匪，领赏钱！打倒土匪，领赏钱！打倒土匪，领赏钱！打土匪，领赏钱！打土匪，领赏钱！打土匪，领赏钱！大当家，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。好，这是呢，我根据咱们国家的地理位置和水流分布所绘制出来的水利工程图。届时，只要根据这张工程图凿好运河，配合咱们的优良水道，那天下百姓就再也不会受饥馑之难了。饥荒是多少国家都难以解决的旷世难题，没想到竟被大当家解决了。哎呀，不仅如此，2年里，大当家还设计了火枪、木牛流马等图纸，哪一个单拎出来，都是足以振兴国运的存在啊！大当家不愧是肱骨之臣，这哪一个不都是不世之功吗？等回去之后，皇上必定会加倍封赏，咱们兄弟也跟着您沾光。哎，这次能够成功培育出优良水稻，都是大家的功。若只是我一人，那断不可能这么快能完成得了。哎，大当家，您就别谦虚推辞了。等这次回京城升官之后，您可别忘了请兄弟们喝上一杯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回京后，我陪兄弟们好好喝。好。好了，那陛下也快到了，咱们再好好检查一下啊。好。大当家的，有村民人来说，他们汉阳村今年大丰收，答应还咱们粮食，已经送过来了，就在门外呢。在这资源匮乏的穷乡僻壤，竟然能坚守信用，难能可贵。大当家的，他们还说了，为了报答你的恩情，还在村里设了宴要招待你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去看看。走。哎呀，大当家，村长，村里宴会都布置好了，就等您到了。你不一同去吗？大当家，您先行一步吧，我想亲眼瞧着这些粮都还上了，我再回去。啊，那要不我……大当家，你就先去吧，村里大伙可等着您呢。大当家，您最近为了赶会工程图，好几天不休不眠了。
正好借此机会休息放松一下吧。对呀，大哥，你就放心去，这儿有我们呢。行，那我去就回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了。好，别乱说话。哎呦，大当家，大当家，哎呦，您能赏脸来我们汉阳村使我们这个村蓬荜生辉呀！不错嘛，4菜1汤。多亏了大当家当初救我们俩，要不然村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被饿死，才有了现在的好日子。哎，是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我们只准备了这4菜1汤呀，没能多做些好吃的，来招待大当家，是不是？对，大当家，你里边坐，咱坐下吃。吃就不必了，只要大家生活过得好就行了。哎，大当家，怎么？我这些菜呢，都是我们村民辛辛苦苦特意为您准备的。你看这一桌子，您好歹吃一口。行，那就浅尝一口。哎，来，里边请。来，坐。哎，大伙儿坐吧。坐吧。哎，大当家，您尝尝我们这个酒，我们自己酿的，可好了。大当家，多吃点菜，这都是我们自己种的。来，再尝尝这个。大当家，喝酒啊！吃吧，这是你最后一顿。嚯，放这儿就好。村长，既然粮食已归还，带着村民离开吧。怎么，是都想留在寨内不成？别急嘛，我们这次来除了还阳之外呢，还要报你们当年的救命之恩。为此，我们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哼，大礼在何处呢？别急，你们马上就能见到了。王八蛋，臭家伙兄弟们！在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不过想为民除害，带兵剿灭你们这帮十恶不赦的土匪罢了。但这帮无情狡诈的匪徒无需多言，今天有我在，这帮匪徒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动手！一群畜生！亏大当家还借粮给你们，现在带着官兵来剿匪，简直猪狗不如，顽犟粗暴！保护好大当家的东西！这样下去也不行啊！潘叔，我们给你开个口子，这大当家回来救咱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都得完蛋。好，一会叫大当家的回来救咱们。好，是啊，谁现在走？好，领导，你们怎么放心啊？我说过，一个人他都跑不掉。潘叔，大当家喝酒。这大当家这酒碗怎么破了？快，给大当家换一个。不必了，这样菜都已经吃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大当家，糟了，要是还没杀光那些土匪，让他回去岂不麻烦？不行，还得再拖一会儿。干嘛？你3番5次的阻拦我，莫非
就赦免我。不是，大当家，您身为盖世，我们一介贱民，怎么敢欺瞒您呢？对呀，不敢欺瞒大当家的。那你这是？大当家，您有所不知，我们汉阳村有一个习俗，就是我们每家每户都要向我们心里敬重的人敬酒。您喝的越多呢，我们所有人的所有事都会特别的顺利啊。果真如此？当然是真的，大家说对不对？确实有这个习俗。哎，是。行，那我喝完你们便不再阻拦。哎，大当家，喝这点哪行啊？上酒。大当家，您寨子里兄弟众多，一人一坛，为兄弟们一起祈福嘛，是不是？您把这些都喝完，我们一定不再阻拦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来，大当家。想要喝完全部村民，简直是做梦。喝吧，等你喝到不省人事，我们便让你去阴曹地府与那帮土匪团聚。哼！皇上，前面就是杨大人所在的土匪寨了。朕听说杨戬这2年做了不少东西啊。是啊，皇上，杨大人不仅培育出了优质的水稻，还绘制了水利工程图，外加火枪、木牛流马等惊世发明啊，必保陛下江山永固，盛世不衰。水稻可治百姓饥馑之难，火枪可解外敌入侵之乱，内忧外患同时可解。朝廷里仗着掌管粮仓胁迫朕的人，朕终于可以好好的清算了。杨戬这次立了大功，朕早已拟好诏令，待会京师后，朕便要昭告天下，追封杨戬为王，10亿万户世袭罔替，赐金印紫绶上万斤，还有其手下皆为有功之臣，待回京师后也一并厚赏。这可是自开朝以来绝无仅有的无上殊荣啊！杨戬的功劳配得上此殊荣，朕就是要让他们受世人敬仰，受百姓拥戴。若有谁敢怠慢，朕绝不轻饶。驾！来，敬大当家，敬大当家！来，好酒量，来，大当家，敬大当家。哎呀！大当家海量啊，海量！敬大当家，敬大当家。好，大海量！我劝你们啊，赶快下跪投降吧，这样还能死个痛快啊！卑鄙小人！要不是你用计调走大当家，就凭这些人，绝对不是我们对手。将死之人，逞一时口舌之快，等我杀光了你们，他杨戬独木难支，照样难逃一死。这杨戬手下土匪众多，说不定寨内藏有好东西。群头，这些土匪就交给你了。那寨里面的东西，我只管剿匪，其他的一律不管。漂亮，兄弟们，过年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说我们是匪，这帮村民强取豪夺，何非又何意？不好，是大当家画好的水利工程图，把东西放下！怎么？不就张破纸吗？有什么好稀罕的呢？王八蛋！快跑！哟，心疼啊！行，看在你们之前曾经借粮的份上，那就，不要，不能烧啊！哎呦，小姐！
王八蛋！我要杀了你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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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跑了！还有谁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可都是烈酒，他喝了这么多，怎么还不醉？那酒也喝完了，我该走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走。到底为了什么？大当家的，是我做人对不起你，大当家的。范明，你闭嘴，你个叛徒！你说，大当家的，你当初好心借粮给我们，我们冤将仇报。现在村长在边区上了剿匪了，大当家的，对不起，大当家的，对不起。好啊，原来你阻止我就是为了调虎离山。你知道了又怎样啊？来不及了，你的寨子里现在尸横遍野。现在只要你放下这把刀啊，我们可以看在你这粮的份上，留你个全尸。若是我手下兄弟们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必屠村。虎哥，虎哥，谭树，你快走啊！去找大当家，不用管我们。哼，今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，速速给我拿下！找我兄弟者，死！大当家的，大当家回来了。他就是土匪头子吗？就是他。大当家的，大当家回来了，兄弟们，我们要救！老虎，虎哥，虎哥，虎哥，大当家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无能，没有守住寨子，对不起。王虎，我不怪你，你给我沉住。大当家，我可能违约了，我不能给你回，我。虎哥，我嗨，不是让他们拖住吗？怎么还让他来了？无妨，这土匪寨的土匪已经死得差不多了，区区的虾兵蟹将，不足为惧。大当家的，就是这帮村民，他们故意将你支走，又把官兵藏进粮箱，以还粮为由，偷袭他们寨子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抢咱们东西，烧毁土址和寨子，就连鲍兄也被他们杀害，葬身火海。什么？回京后，你们最想干什么？当然是好酒好肉，吃它3天3夜。我回去后，就想看看媳妇和孩子。你们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就因为你们这帮土匪作恶多端，天理难容。我这么做只是要救赎你们，怎么着？也算是报恩了吧？啊！你们是死有余辜，我要用你们的命给我兄弟们报仇！就凭你，你再能打也就一个人，如何击溃我这装备精良的军队？今天你必死无疑！上，给我拦住他！都给爷死！继续上！谁敢私逃，杀无赦！现在到你了！想杀我？你还是关心你自己人吧！慢着！怎么？啊！你刚才不是很嚣张的要杀我吗？嗯？切，我还以为他能有多厉害呢，原来不就如此吗？真卑鄙！要不是你们以我们性命为要挟，就凭你们也是大当家的对手。还敢走？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！接手，放箭！我看谁敢！我乃郑国将军，他们也是有功之臣，你们敢杀他们，按律都得死！这令牌，难道他真的是郑国将军？哼，这根本就不是将领！你，左军头，此话怎讲？你们也不好好想一想，这堂堂的郑国将军，不在边境抵御外敌，怎么到这蛮荒之地落草为寇了呢？这分明就不是将领，这将领是假的！好啊，我就说这土匪怎么可能是郑国将军呢？原来是假冒的。要知道假冒将军可是杀头大罪呢。左军头，咱们赶紧将这群土匪拿下交差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好，我这就送他们下去团聚。你们敢！皇上正在来迎接大将军的路上，你们如果敢动我们，皇上到了定饶不了你们。皇上，他们还敢提皇上？怎么，将军身份被拆穿了，现在要搬出皇上来了？皇上堂堂95之尊，怎么可能亲自来这地方来迎接你们这群土匪呢？我们左家与当朝丞相素来交好，数日前丞相曾告知，皇上在去南巡的路上，怎么会到这个破地方来见你这个冒牌将军呢？弓箭手，放箭！你敢？有何不敢？放箭！我看谁敢动他！放箭！停！休要放肆！我看谁敢动他！军头，那此人身后随从众多，恐怕不好惹。这是正事要紧啊！小小军头没朝廷准许，随意动用私刑，滥杀无辜，你是怎么敢的？哼！我做什么关你什么事？放肆！你可知自己在同谁讲话？站在你面前的乃是当今……我管他是谁呢？你们听清楚，我是奉皇命剿匪，无关人等速速离去。好啊，我怎不知，竟然有如此一道命令！此乃是圣上的口谕。又岂是你们这等卑贱的蝼蚁所能知晓的？快滚！别在这里碍事，否则同罪论处。来人，将罪人杨健拿下，就地伏诛。我看谁敢！有朕在这儿，我看谁敢动他分毫！大胆！你假冒圣上已经是死罪了，现在还敢违抗皇命？难道你想造反不成吗？陛下，
啊，杨大人，你这是？人有父皇恩，这些东西都被他们给。杨大人，请起。就是这帮村民，大当家的当时借粮禁忌他们为了一己私欲，伙同官兵迫害大当家的和兄弟们，放火烧了寨子。这些都是你们做的，是又如何？你有何不服？周军头，我看他跟这土匪头关系匪浅，估计是同一伙的。哼，正好，将他们一同拿下，我看谁敢动。你们可知我是谁吗？你不就是这帮土匪的同伙吗？土鸡娃不足为惧，把他们统统拿下，押入大牢。他们来的正好，这下我们村又能分到不少的交费赏钱了。放肆！我看你们谁敢对当今圣上不敬！皇上，又是令牌！我看啊，他们跟这帮土匪真的是同一伙的。竟然蠢到连冒充的手法都如出一辙啊！要知道，这冒充皇上可是杀头大罪啊！更何况是在左军头面前，这是不知死活啊！左将军，你这是蠢货！那是天子令牌，普天之下仅有一枚，是历代帝王持有，从不外借。那这是皇上。卑职无意冒犯圣上，请圣上恕罪。请圣上恕罪！请圣上恕罪！饶恕我们吧！恕罪！你们犯下此等罪行，万死难辞其咎。来人，将这些罪人统统带下去，就地惩处。来人！圣上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您和天下的百姓着想，罪不至死啊，皇上。对啊，救皇上开恩！饶了你们，你们有何脸面求饶？他们可是戍守边疆、保家卫国的英雄好汉，正是你们的贪婪，无辜惨死在自家人的刀剑之下，死在他们夜以继日拼死保护的人手中。还有这杨大人辛苦培育的水稻和能保陛下盛世江山的社稷图，都被你们这群人给毁了，这该死啊！完了，这家全完了。陛下，这事不能怪我，要怪就怪这帮刁民。要不是这帮刁民挑唆，臣也不会犯下如此滔天大祸。皇上，做家伙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抹黑？不是，陛下，臣这就为您惩治刁民，将功赎过。哼，陛下可说的是得罪杨大人的官兵村民，一律处死。我乃左将军之子，我爹为朝廷立过战功，你们不能杀我。就算当朝太子犯下此等恶事，朕照斩不误。何况区区将军之子，动手！动手！一刻不留！你们不要过来！陛下，他们不过就是一帮家臣而已，死就死了，大不了我们左家再为朝廷培养一批谢罪罢了。你再说一遍，我说错了吗？就是一帮下人而已，我们左家才是朝廷真正的栋梁。
让开！杨戬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你血债血偿！是将军之子，左家独苗，你敢杀我，就算是皇上护着你，我们左家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左家，杨戬征战沙场数十年，周家数不胜数，你一个小小的左家，又有何惧？兄弟们，我杨戬为你们报仇了！陛下，作乱的百姓、官兵皆已处死。兄弟们的大仇得报，想必他们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。陛下，既然事情已了，你若留在此地，恐多有不便，不如随朕一同南巡，之后再一同回京。微臣多谢陛下，但兄弟们离家太久，臣不想让他们客死他乡。恳请陛下允许臣带兄弟们的尸骨回京。恳请陛下恩准。准。谢陛下准许臣带兄弟们回京。谢陛下。没事，朕本想和你们一同送烈士一程，怎奈眼下南巡还未结束，朕无法与你们一同回京。没事，陛下南巡要紧，这些都是臣的兄弟，早已视他们为手足，这件事就交给臣来办吧。我已让苏公公传信于太平公主，届时她便会在城门接应你们。待朕南巡归来之后，就会为你们洗白身份，加官进爵。谢皇上，无需多礼，此行千万小心。陛下，您也多保重。杨大人一路保重，保重。兄弟们，带你们回家。哎，将军，今日为何不见令郎？嗨呀，他呀，听说城外一处村上有匪，这便带兵去剿匪了啊！令郎不愧是将军之子，简直和你如出一辙，英勇神武，将来定是前途无量。报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这才几日不训军规，皮又痒了。不是将军，是左前夫他怎么了？前方来报，左前夫和带去了官兵们，皆被土匪所杀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将军，根据军军所示，带头作乱的就是土匪头子杨戬。不知左前夫，就连村民们都被这帮歹人腿骨都殆尽。简直罪有残力！谁敢下令悬赏万金，统治这帮土匪，要是他们头子杨戬，我要亲自追上他们，享受斩头，亲自为我儿报仇。是将军。兄弟们，到家了！站住！你们是何人？为何携官进城？官差大人，我等皆是京师之人，关内也都是我牺牲的兄弟，请您行个方便，让他们能魂归故里，入土为安。此等晦气玩意儿也配进王都？带上东西马上离开，不然
对你们不客气。大人，生死为大，他们也都是精忠报国的烈士，能容你这般出言侮辱重伤？我就侮辱了又怎样？看你们衣着打扮，就绝非良民，更像是山野草寇。我看呀，这晦气玩意儿也不用埋了，倒不如直接拉乱葬岗，喂狗更省事。啊！呸！真是晦气！敢辱我兄弟，亦有去死之道！哼！大胆狂徒，竟敢在京师撒野，还不快速速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！今日我若不让你付出代价，杨戬便愧对我九泉下的兄弟们。杨戬？什么？你便是杀了左千户的叛贼杨戬？那正好，兄弟们，把叛贼给我拿下，押入大牢，待左将军审理。慢着！既已回京，那身份揭晓是迟早的事，那我便不再隐瞒。我乃郑国将军杨戬，我看谁敢造次！哈哈哈哈！就凭你一介草寇，也想冒充镇国将军，真是痴人说梦！若你是将军，那我就是当朝宰相。既然不信，无需多费口舌，让开，不然休怪刀剑无眼，我无情。怎么？难道你们想硬闯不成？这里可是京城，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。列阵！将军说了，拿下叛贼者，重重有赏。上！拿下叛贼杨戬。既如此，兄弟们，听我号令，我带你们回家。你们先出去吧。公主，杨将军已至城门。太好了，杨将军终于回来了。但听闻杨将军杀了左将军之子，左将军为报仇将其视为叛贼，派部下们正全力围捕缉拿杨将军呢。岂有此理！杨大人乃是忠良之将，他为国分忧，不惜隐姓埋名，落草为寇，怎么能容忍其他人随意编排构陷？快，立即备车，本宫这就去城门，亲自迎接杨将军进京。左将军，你最好安分守己，若敢伤杨将军一根汗，本宫定叫你后悔做出这个决定。竟然如此爱惜这棺材，里面装的或许不是尸体，怕不是见不得人的赃物吧？哼哼！众将士听令，给我掀翻这棺材，里面指不定藏着什么金银财宝！哈哈哈！你敢？我有何不敢？你还有你，给我上，拿下这个杨戬！哈哈哈哈！大哥，慢着！只敢动，我杀了你！嘿，不让我动，还就偏动！呀！该死，还真是尸体，晦气！呸！敢辱我兄弟，杀！呀！叛贼杨戬何在？哪个走投无路，还不速速投降？哪个走投无路，还不速速投降？
敌众我寡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兄弟们死伤惨重啊！都给我把武器放下！叛贼杨戬，你可知罪？我何罪之有？以落草为寇，危害乡野，此乃一罪。我儿带兵剿匪，而你却杀害我儿，谋害朝廷命官，更是罪加一等。如今你不仅不思悔改，带人反抗朝廷，扰乱京师，数罪并犯，其罪当诛。我等虽落草为寇，但也并未殃及周边百姓。而你儿虽为我而杀，但他也是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。而且这也是皇上亲自下的令。皇上去南巡，如何下令？你这点微末伎俩，当真以为能骗得了我？现在便让你们这些匪寇为我而偿命！偿命！我身后一副副棺材里装着的，都是跟我一同征战沙场、保家卫国的将士，而他们的死皆拜你儿所赐。哼！我杀他，天经地义。罪应。你既为将军，便也有一同上阵杀敌的将士兄弟们。若有人当着你的面屠戮你的兄弟们，仇是报还是不报？他们虽然是土匪，但从未见过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但是左将军之子却滥杀无辜，视人为草芥，简直太过分了。是，死有余辜。话虽如此，可你勾结外敌，其心必异，我也留你不得。来人，将这群叛贼抓起来，择日问斩。哼！让开！勾结外敌，乃郑国将军戍守边疆数十载，手上沾满了外敌的鲜血，就算要污蔑我，得有个证据不是？证据？好啊，既然你非要自取其辱，那我便让大家伙好好瞧瞧。把人带上来！方行虎，这是个霓虹国人呐！お前ら、バカ野郎！我问你，你可识得此人？あんた、まさか？你可识得此人？翻译官！看样子是为我特意将军排了一出好戏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演出什么花样。将軍が聞いている。要求をしているか？杨佩君，全然わからん。这霓虹国人都说了些什么？将军，他说他认识杨戬，并且关系匪浅。好啊，亏我们刚刚还同情你，原来是一群吃里扒外的国内奸。就是。你确定他刚刚说的是认识我的意思吗？那当然，你私通外敌，难道亲口所言？这还有假？あんた们理智不理，殺すか、拷問するか、簡単にしろ。私は日本人として絶対降伏しないぞ！快，他又说了些什么？将军，他还说这杨戬和他们头领经常往来，并且十分欣赏他，还要他叛国去霓虹国当官。私通外敌，侵略国土，残害同胞，这不是人，畜生，猪狗不如！大家伙可都听到了啊！这杨戬他私通外敌，按律当诛。来人，拿下！好啊，好一个翻译官，好一个左将军，官官相护、颠倒黑白的本事，一般人真是学不来啊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他说的真的是认识我的意思吗？证据确凿，你还想逼其改口不成吗？闭嘴！回答我，要么说实话，要么死！放肆！杨戬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你还想杀人灭口，死无对证吗？这霓虹国人就是这么说的，翻译的没错。别忘了，我可是朝廷钦点的翻译官，全场也只有我才能听懂他说的话。你说我颠倒黑白，哼，是我懂啊，还是你懂？你笑什么？残念だからあなた死ねばだから私です。老子、あなたは私たちの顔は話せる。それに空に来る球里，你会说他们的语言，还敢说和外敌没关系？我此前领兵打仗，戍守边疆，以同为将军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的道理，岂能不知？而他根本不认识我，就是你这狗官，这个翻译勾结在一起串通好，
想要栽赃陷害我。长此多礼。既然说你和他们没关系，那你又如何罪证清白？这还不简单？おい、ザツ。早く私を話せ、彼に言いつけよ。そうもないと、我が天皇様はお前らの国角を破り、みんなを俺にするぞ。你们有句古话，叫识时务者为俊傑。私の彼方に死んだ日本人はすでに数えきれないほどいる。時勢を見極めるべきはお前たちだ。たったの草加の犬にすらひどしいのに、ここで吠え狂うなんて。你们把心take给。只要有我在一天，就休想踏入我城门一步。お前をやぶ、この地界ぞ。这霓虹国人如此生气，这两人跟有仇似的。如此深仇大恨，怎么可能是内奸呢？陛下，不用我再证明什么了吧？废物！一群没用的废物！一群没用的废物！滚！滚！我记忆清白，是不是该放了我兄弟们？放？你要做什么？陷害不成，难道还想当街杀人吗？我乃朝廷从一品将军，杀你还何须理由？你们杀了我儿，便是死罪。今日我便要杀了你们，为我儿偿命，动手！我看谁敢！在场的每一位都是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的有功之臣，杀害有功之臣，等同于谋逆。我看谁敢杀！一群匪寇还妄想有功之臣，简直可笑！我等如今荣归故里，太平公主亲自出城迎接，届时你的身份真假一问便知。你说公主会来接你啊？哎呦我天啊！问谁都知道，太平公主乃千金之躯，天之娇女。连我等这些朝廷重臣也不是想见就能够见的。此刻收手！这冒犯之罪，我尚能向公主求情，从轻发落；若执迷不悟，就等着抄家灭族，流放边疆吧。公主身份何等尊贵，岂会亲自出城迎接你们这群匪寇？将军，我看他明摆着就是故意拖延时间，等待增援。公主怎么可能认识这帮歹人？将他们统统杀了，丢到河里沉塘喂鱼！你敢！把公主降罪你等！我为国铲除奸孽，公主只会感恩岂会责怪？动手！你儿子是我杀的，要杀便杀我，放了他们。好，那我便先杀了你，再将剩余匪寇一网打尽，受死！我乃太平公主，谁敢伤她？公主，微臣见过公主殿下。参见公主。公主，大胆匪寇，见到公主还不跪拜行礼！公主看上去如此生气，这帮匪寇跟公主并不认识，想惹怒公主也算是死到临头，只可惜没能亲手杀。公主，剿匪这等小事交给微臣便是，何须劳您亲临，轻脏了手。公主，你为何？我打你，一是因为你尊卑不分，以下犯上；二是因为你身为将军，不思报国，以权谋私，胡作非为。还有你们，还不立刻放手？想要本宫一一治你们的罪吗？谢公主。公主，可杨戬他……左将军，杨戬乃是正一品镇国大将军，谁允许你这般直呼其名讳？如此大逆无道，
想让本宫治你的罪吗？臣不敢。还不赶紧带着你的人速速离去！是。哼，杨戬，你的命暂且先留着，待到与太子会合，到时候就算是公主，那也救不了你。撤！将军，您伤势过重，不如先随我回府，我让太医为您疗伤。谢公主，但臣现在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去完成。杨将军放心，这些死去的将士们，我会一一安排其后葬，抚恤他们的家人。谢陛下，谢公主，此后代兄弟们，臣感激不尽。谢陛下，谢公主。你和他们尽职尽责，为国为民所做的一切，我和父皇都看在眼里。你们等忠义之辈，理应得此待遇。杨将军，还是随我回府养伤，切莫再强撑了。放心吧，公主，这些小伤对于沙场老将来说不过。婴儿，把本宫的金疮药拿来。这种杂活不劳烦公主了，我自己来吧。别动。这左将军胆敢伤你，简直岂有此理！若不是父皇此时不在京师，他断不敢如此嚣张。不过我已收到父皇来信，父皇已在回京师的路上，不日便将抵达。等父皇回来后，我要将此事详尽禀报，让父皇为杨将军和将士们主持公道。陛下英明，我等自然相信陛下会主持公道。公主请放心，此事我不会放在心上。只是事发突然，就算是陛下南巡不在京师，他们也不敢如此大胆行事。恐怕今日之事不仅仅是左将军一人所为，其中会有更深的阴谋。杨戬何在？这左将军好大的胆子！公主，杨戬何在？左将军，你这是何意？难道你要造反不成？皇妹，别来无恙啊！太子，皇兄，你来做什么？孤此次是要将犯人杨戬押解公堂，审问其贪污之罪。什么？来人，将杨戬给公拿下！我看谁敢！皇兄，你说清楚，杨大人所犯何罪？杨戬乃朝廷重臣，不思报国，反以权谋私，贪赃枉法，罪不可赦。皇兄，杨大人乃是忠良之臣，你无凭无据，怎可如此草率将其定罪？谁说的我无凭无据？啊？这些乃是左将军派人从杨戬曾经居住的府邸搜查出来的赃物，现在人赃并获。杨戬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请太子明鉴，这些财物臣从未见过，肯定是有人故意
栽赃陷害。皇兄，杨大人一向清廉，断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这些，怕是另有蹊跷。放肆！皇妹，你是在质疑姑吗？姑乃皇上亲选的太子，日后就是这里的王，姑的决断还轮不到你来质疑。来人，将杨健押入大牢，择日问斩。是，太子殿下。公主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既如此，那便请太子准许臣自认清白。杨健，你凭什么认为姑会给你这个机会呢？如太子所说，这些财物是左将军在臣府中搜出，那左将军可敢与臣对赌？若这些财物真是臣的，那臣便以死谢罪；若能证明这些赃物非我所有，那便是左将军在造谣污蔑臣。皇兄，既然事有不公，那便该给杨将军一个机会。如果你一意孤行，非要给杨将军治罪，那就休怪我将此事禀告给父皇。你这太子之位，你个威胁姑！太子殿下，这杨健执意要与臣对赌，臣便与他赌。好，杨健，姑就给你这个自证的机会。此事早已计划周密，绝无纰漏。就凭你还想自证清白，终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杨健，你既有办法自证，那姑便给你一个自证的机会。一炷香的时间，若一炷香燃尽，你还无法自证，那姑定将你斩首示众，绝不宽容。谢太子。不过是拖延时间罢了。杨健，你连一丁点翻身的机会都没有，就乖乖受死吧！我是生是死，不劳烦左将军费心了吧？您还是担心一下待会儿怎么应对这污垢之罪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些赃物是您从我府上搜出。正是，这些财物确确实实是从你府邸搜出来的。这些与我同去的官兵皆可作证，绝无虚假。好，那敢问左将军，这些赃物您可有清点？突然问这件事，您只管回答，有还是没有？此事做了滴水，绝不可能有任何的破绽。就算告诉了你，又何妨？自然是有，每件赃物皆有登记，所有赃款共计500万两。好，明白。太子殿下，臣已有应对之法，恳请殿下让臣出去半日，以求查证。不可！杨健，你当这是儿戏吗？若放你离去，你畏罪潜逃，这该如何是好？正如左将军所言，杨健，你身为有罪之人，岂能离开公堂？你还是另寻他法吧。哼！公主，能否助我一臂之力？杨大人，但说无妨。明珠肩上让艰难免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难道被他发现什么？不行，为了以防万一，阎王要你3竿死，那我绝不留你到5根。果然，这是去杨府的方向。这杨府之内，卓大人早就派人清理善后了，是绝对不可能再查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此去必然是无所查得。我回去禀明将军，你继续跟着，若有一丝异动，立刻禀报。
别白费心机了，杨健，公主此行毫无意义，你又何必强撑？左将军莫急，不过多久，真相自会大白。自取其辱！公主此行可有收获呀？果然如我所料，一无所获。杨健，这香可就快燃尽，我劝你赶紧认罪伏法，我还能求太子赐你一个痛快。杨健，这就是你的自证清白，你耽误浪费了姑这么长的时间，你该当何罪呀？这香还未燃尽，太子，您就这么急着给臣定罪吗？行了吧，就剩这么点时间，哪怕是神仙来了，杨健你也无力回天，又何必做无谓的挣扎？太子，我看这杨健就是在拖延时间。那既无证据，便斩了吧。罪人杨健贪污受贿，证据确凿，依当即刻行刑。公主，你就别看了，杨健这条命今天必须要交代在这儿，谁来都没用，谁行？不是，让开！快放开杨将军！你不好好在府上待着，怎么跑到这儿？公主，您待会儿到街上寻得一些难民，给他们一些钱，让他们到左府门外吆喝，就说衙门捉到贼人，缴获了500万两财物，何人丢失，速速到衙门认领，逾期不候。为何要找路人？我亲自前去，不是更方便些？如果你亲自前去，恐会失仪，找些路人会显得更自然、更可信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且慢，公主，对面这个穿着不俗的人，恐是祖府的家丁。您寻得人之后，别急着回来，到我府上转转，吸引他的注意力，然后再回来。好。将军，咱们府遭贼了，损失整整500万两啊！在这胡说八道，不可信以为真啊！速将夫人送回府中，太医夫人不能在公堂上胡闹，快点走！慢着，杨健，我夫人与此案可毫无关系，你为何将她帮骗至此？是何居心？我请夫人前来，自是对本案有所注意。什么案子？左夫人，请看，眼前的这些财物是否是您府上失窃财物？是的，这些正是我府上失窃财物。夫人，你一定是吃醉了酒，太子还在这儿呢。不要胡言！没喝醉，府上财物我了如指掌。这青花瓷瓶是当时户部大臣送的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玛瑙是礼部大臣送的。这个可是人间极品，我怎么会弄错？臣妾断定，这些呀皆是左府失窃财物。不过这贼不是何许人也，竟能堂而皇之在如此戒备森严的左府盗窃如此巨额财物，还能不被人发现，倒真神奇。将军，你为何打我？个蠢妇！当初为何没休了你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太子殿下，想必事实已无需多言，我既已清白，
那左将军这诬构之罪，是否也该有个说法？放肆！一个臣子，这叫本太子做事！来人，把杨建给我拿下，就地格杀！把杨建给我拿下，就地格杀！且慢，太子，这是何意？我还杀你不得了是吧？我乃当朝太子，将来的皇帝，你一个家臣，我想杀就杀，我还管你清白与否？怎么，你还敢不从是吗？皇兄，杨将军你杀不得。他有什么杀不得的？他不过区区一个落魄将军。因为父皇早已知晓朝中会有人对杨将军不利，所以特派我来护杨将军周全。哈哈哈哈哈！笑话！父皇乃天之骄子，君临天下，又岂会让一个皇家血脉去保护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废将？这岂不是本末倒置，简直可笑！公主，皇室之威不可辱，不应该为了私情左右，随意撒谎而欺骗太子。我所说皆为属实，并无欺瞒。当初父皇建国，边境敌军压境，是杨将军带兵戍守边关数十载，才换来如今太平。更是为国为民，亲力亲为，治理水患、虫灾，平定叛乱，屡建奇功。这样一位肱骨之臣，岂容你们轻易轻贱，轻易置于死地？简直胡说八道！就凭他，若免此功劳，岂不早就功高盖主？皇上又能留他？太子殿下，今日若再不除了杨建，日后必成大患。让。皇兄，息事收手，臣还未铸成大错，或许父皇不会怪罪于你。我再说一遍，让开！好，皇妹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连你一块儿杀了，免得以后再坏我的事。什么？太子殿下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杨建带兵谋反，杀害公主，畏罪潜逃，而孤带兵诛杀叛贼，乃是大功一件，岂不是听着更顺耳了啊？左将军，臣在，把他们都杀了，一个不留。遵命，众将听令，杀无赦。公主，我来引开他们注意力，趁机逃走。不，杨将军，我不能离开你。你若死，我无颜面对父皇。若是父皇在，他们绝不敢如此放肆。别想，皇上还在南巡，如果你们配合他，我就让你们死得痛快点儿。李子，还不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皇上，父皇，您不是去南巡了吗？怎么？朕去哪儿？难道还需要太子同意吗？不是。朕若不是加开了南巡的路程，早日回来，朕还不知道朕的儿子竟还有如此杀伐果断的一面呢。父皇误会儿臣了，是吗？是杨建，他身为朝廷命官，不仅以权谋私，还出言不逊，藐视皇权，意图谋反。是啊，陛下，这杨建杀害了我的儿子，屠戮汉江村的百姓，这是罪大恶极，请陛下为臣做主啊！陛下，你们胡说，分明是你们栽赃陷害不成，恼羞成怒，想要杀人灭口。太子，当真如公主所言？皇妹，你怎敢随意颠倒黑白？儿臣今日所做之事，皆是为了父皇啊！为了朕？对啊，父皇，儿臣今日所做之事，皆是为了维护父皇，维护皇家的颜面。只有杨建，他出言不逊，藐视皇威。儿臣今日所做之事，只是小惩大戒，以示警醒而已。对，是啊，皇上。那太子岂不是辛苦了？为父皇分忧，只是尽了儿臣的本分而已。藐视皇威，犯上作乱，好啊，真是好啊！剑，你死定了！
当真糊涂吗？儿臣不敢，儿臣不敢。左千户之死是其咎由自取，是朕让杨将军杀的。什么？这他纵容村民烧了杨将军辛辛苦苦为国为民设计的图稿，还带兵残害忠良。而杨将军为了抵御外敌，戍守边关数十载，也未曾有过半句怨言。你说他谋反，我看分明是你们在欺君啊！父皇，儿臣只是今日一时糊涂，不小心冒犯了杨将军，向儿臣已经知错了，还请父皇原谅，还请父皇原谅。原谅你们，这岂不是寒了杨将军的心，让朝中的忠臣如何甘心为朕效力呀？来人，在！左将军罪大恶极，身为将军，不思报效，反复朕恩，削去其将军之职，贬为官奴，抄家流放。陛下饶命！陛下臣知错，陛下饶命！陛下臣知错了，陛下。至于太子，杖30，关进宗祠，抄圣训千遍，何时抄完？何时再放弃出来？父皇，陛下饶命！陛下臣知错。拖出去！太子救我呀！太子救我！杨戬不仅坏了本太子的事，还让本太子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，我一定会要你付出代价的。陛下，臣有事要奏。说，陛下，臣近日巡视周边，见百姓因盗匪之患流离失所，苦不堪言。民间之乱皆因地方政法充斥。臣观今日之事，虽未至此，然若不及时整顿，恐有后患，望陛下早作断绝。区盗匪不过一时之患，岂能因小失大，妄议政法之过？儿臣以为当以静制动，不可轻改祖宗之法。盗匪之事，自古有之，岂能因一时之乱就否定朝廷多年之功？莫非大人另有他图，想借此扰乱朝纲？你们！然祖宗之法，皆为安天下而定。若天下安，又何须变法？一介武官也胆敢在朝廷上妄议变法，简直可笑！父皇，儿臣倒是觉得杨将军所说在理。若是百姓安居乐业，自是无需变法。但是现在百姓动荡不安，正是需要推崇新政、安抚百姓的好时候。东东，你行了，杨戬，臣在。朕念你有功，特命你为钦差大臣，皇权特许，亦可先斩后奏，为朝廷推崇新政。你意下如何？陛下不可！请陛下三思！请陛下三思！众卿，难不成是在质疑朕吗？你们难道是在质疑朕吗？陛下，并非大臣们有意阻拦，只是这前朝之乱，使于权臣把持朝政，结党营私，致使皇权旁落，皇室衰微，终致天下大乱。如今杨将军权势日盛，恐有重蹈覆辙之虞。陛下怎可给一个外姓使臣如此大的权力？请陛下三思！请陛下三思！荒唐！杨将军所行之事，皆是为国为民，而今早已立下显赫战功。前朝百姓受苦与饥难，不杨将军培养出高产的优质水稻，能解万民之急，更是发明了诸多立国之器，能助父皇安邦定国，国运昌隆。公主，杨将军不过一介武将，又怎可能如此博学多知，面面俱到？莫不是有意欺君，所行皆为谋权？陛下，可千万得小心啊！你胡说，杨将军不是这样的人。公主，毕竟你还年轻，这有时候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父皇，杨将军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欺君之事，还望父皇明察。公主，休要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你身为皇室嫡亲，怎可为了区区一个外臣，自降身份向你父皇求情？教你的礼仪规矩，真的忘了吗？真是丢尽皇家颜面！够了，皇后，杨将军不是外人，休要妄言。陛下息怒，臣妾知错了。杨戬，
臣在。既然朝廷对你质疑声诸多，今日你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说出你这些年研究的成果和规划吧。是。区区莽夫不过是瞎折腾，能捯饬出什么好东西？不过是自己虚伪罢了。启禀陛下，我朝虽陈平已久，但百姓疾苦仍历历在目。水稻乃五谷之首，产量颇丰，若能在我朝广泛栽种，饥荒则能迎刃而解。说的倒好听，水稻产量高，谁不知道？先不说咱们这儿常年风雪，它受得了受不了，就算勉强受得了，那水源丰沛之地，见南方那一块淡盐之地，这偌大干干的北方，又当如何种植？的确，我国水源充沛，仅在南方。臣特设水利工程图，只要完成此工程，不仅可以南水北调，解决水稻栽种问题，而且航运也可以更加便捷，福泽万灵。北方风沙雨雪多，臣培育的优良水稻，比起以往的水稻来说，要根深干粗不易折，而且产量稳定，比普通的水稻要高出许多。高能有多高？普通的水稻除去天灾虫害，正常的亩产不过100担，而臣培育的杂交水稻亩产皆为10000担。杨健，你说的这可是真的？微臣句句属实。好啊，若真有亩产10000担，那天下的百姓就不再挨饿，朕就可以专心的御敌，收复失地。父皇，不仅如此，儿臣接杨将军进京的时候，还听杨将军说，研究了一个叫火枪。对，火枪的新型武器。杨健，真有此事？是，陛下。微臣研发的火枪是由硫磺、硝石、木炭3者混合而成，威力巨大，10里外能取敌将首级，以1敌100，本是不在话下。好啊，若真有此利器，朕抵御外敌，不足为惧。简直可笑至极！你先说自己的水稻能亩产10000担，又说什么火枪能在10里开外杀人，简直就是闻所未闻呐！你莫不是喝多了酒，随意胡诌的吧？陛下，切勿轻信了杨健。如今边境屡遭外寇侵扰，战事频频，国库早已空虚，入不敷出，这水利工程又是何等庞大，朝廷断然是经受不起的。这运河水利工程耗资虽大，但若建成，一来可以解决百姓饥荒安内，二来可以利用运河向船商收税，可以扩充军备攘万。今后看来，立是利大于弊。就算如此，这火枪能以1敌100，何人敢信呢？就是这么可是。我信，我信杨将军。仅凭一把破火枪，如何媲美得了外寇那骁勇善战的草原狼骑？简直是痴人说梦！丞相都未亲眼见过火枪的威力，就开始吹捧敌军，长他人威风，此举是否是想扰乱朝堂，动摇军心？杨坚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我只是就事论事。况且，就算这火枪当真有此威力，可这光开采制造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矿产资源，根本不切实际。还有，这水稻能够亩产10000担，如今粮食作物能够亩产100担已是高产，10000担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若是杨坚真为父皇准备了这些东西，那我们可就麻烦了。杨大人，既有此等宝物，为何不速速呈上朝廷，献给陛下？对啊，杨将军，拿出来给他们瞧瞧，我看他们谁还敢瞧不起你。杨将军，你怎么了？看样子这杨坚根本拿不出这些东西，果然是在吹牛，正好可以借机收拾掉他。杨健，你说的如此神乎其神，怎么现在却哑口无言？莫非你真想欺君不成？陛下，杨坚竟敢在公堂上大放厥词，以图欺君，还请陛下即刻降罪，将其贬黜流放。杨坚，这下你必死无疑。陛下，杨坚此举是欺君罔上，还请陛下即刻将其就地正法，以正朝纲。不可能，父皇，你是知道杨将军为人的，他绝对不可能欺瞒你。谁说我欺君了？大胆杨坚，
殿内文武百官可都看见了，你在陛下面前大放厥词，凭空捏造出莫须有的东西来诓骗陛下，这不是欺君是什么？来人，还不速速将这奸臣拿下！有我在，谁敢动杨将军？胡闹！赶紧把公主带下去！慢着，怎么，杨健，你还有何遗言要说？想要我死还早着呢。况且，谁说我拿不出东西的？太好了，杨将军，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人。不可能，你所说之物根本就不存在。若是有，你早就拿出来了，何须等到现在？哼，我看你就是在拖延时间。来人，带走！好啊，你们不信，那不如我和大家打个赌，说我能拿出亩产万担的水稻，那你们我推行新政的时候绝不多犯。那要是交不出呢？若交不出，我任凭皇上处置。简直可笑！这么多年，多少农民、多少官吏都培育不出的东西，这么短时间就凭你一个武将，怎么可能培育得出来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们自己没本事，培育不出来，还能怪别人不成？好啊，杨健，若是你真能拿出亩产万担的水稻，那你推行新政之事，我们就不加阻挠。但若你拿不出来，后果知道的。那你们可睁大眼睛看好了，抬进来，抬上来。这就是杨将军培养的优质水稻吗？这看起来稻粒丰盈，颗颗圆润饱满，一看就是上等的好米。杨将军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杨健真的培育出了亩产万担的水稻？幸亏将村民抢走的水稻收集带回来不少，不然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儿。陛下，这便是咱培育出的亩产万担的水稻。哈哈哈哈！好，非常好。若能好好的培育此物，百姓将不再受饥饿。杨将军，你这次是立了大功啊！陛下，这并非臣一人的功劳，臣这些部下将士们也为此付出了很多。好，这件事过去以后，朕一定要厚赏你和你的部下将士们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既然水稻都拿出来了，诸位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品相好又如何？就不信你当真能做到每亩万担。陛下，臣要求查验水稻重量。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你们怎么还不死心？事关重大，当然要万分谨慎对待。若是重量够，那是最好；若是不够，那杨健还是欺君，仍然要受到处罚。这，皇上，臣早知他们会这么问，所以秤和秤砣，难道他？此穗水稻重此穗水稻重半斤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一穗水稻便重半斤，1亩万担，岂不是轻轻松松？如何？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这不可能，他作假，这水稻根本没有半斤。陛下，臣要求重验。眼见为实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。若是你们称了还没问题，是不是还得怪秤有问题？对，一定是他造假，重验，必须重验。好，重验，你们随意验。哼，这杨健简直是狂妄自大，不知死活。只要你的稻穗里哪怕有1穗没能达标，我们便能借此为由向皇上定你欺君之罪。到时候砍下你的脑袋，就再也没人能阻拦我们了。来人，把秤拿上来。啊！我这是半斤，你的呢？我的比你还多一些。
哼，真是一群没用的家伙。不愧是杨将军，不仅每1岁都能保持在半级，甚至有些比半级还要多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怎么样，还要继续吗？我随时奉陪到底。看来此水稻果真能亩产万担，好，很好。有此水稻，百姓将不再受饥荒之苦。杨健，你为朕解决了一大难题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你呀。这是万民之苦，亦是皇上所托，臣定当不负百姓，不负皇上。既然事实已经摆在大家面前，诸位还有人有话可说吗？若无话，那就陛下。又是你！虽然这水稻能够亩产万担，但是只适合于种植于多雨的南方。若是换作干旱的北方种植，定然颗粒无收。况且几年来旱灾频发，各地干旱本就缺水少雨，这农田哪还有水种植水稻？臣以为种植水稻不符合国情民意，不该推广水稻种植。对呀，这几年大旱，庄稼都死了不少，又怎么种植庄稼呢？看来这杨健培育的水稻不过河，根本就救不了百姓饥荒。你们怎么可以随意推卸责任给杨将军？拯救百姓于水火，难道是杨将军一个人的责任吗？公主，下官只是陈述事实而已。既然水稻种植之事不可取，那百姓饥荒便一日不得解。陛下让杨健推行新政，势必会造成百姓怨声载道，我激起民愤，那可就麻烦。请陛下三思，请陛下三思。简单，既然缺水，那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就行了？说的轻巧，那你倒是说说如何做？陛下，南方山川湖海众多，水量储备远超于常量，而既北方缺水，那我们更应该开凿运河，贯通南北，不仅能够南水北调，使得北方能够种植水稻，南方可以减少涝灾的危害，解决百姓饥荒，而且可以在运河沿途的交易各地设置关卡，收取关税来充实国库。父皇，这个方法好，不仅解决问题，还能一举两得。不如就……简直荒唐！先不说这工程量是何其庞大，还劳民伤财。就说现在，如今国库空虚，朝廷哪还有多余的钱来开凿运河？对呀，如今朝廷根本就没有多余的余钱了。朝廷没钱，皆拜杨健所赐。国库空虚和杨将军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若不是杨健早些年常年征战4亿用兵，国库又怎会亏空？既如此，那就让朝廷官员和民间百姓一同募捐，如此互利惠民的好事，想必百姓们不会拒绝。公主还是太天真单纯。实话告诉你，现如今不仅国库没钱，民间更是没钱，铜矿银矿稀缺，百姓手里没钱，很多地方都已经发生了钱荒的情况。若不是杨健，他好大喜功，频繁发动战争，就不会导致如今的局面。都怪杨健，要不是因为他，国库怎会空虚？都怪他。陛下，杨健好大喜功，频繁诱兵，挥空国库，致使民不聊生。恳请陛下将其治罪，以平民愤。都给朕住口！建国初期，我国实力薄弱，边境时常遭到外敌入侵骚扰。若不是杨健领兵击溃了外敌，镇守边关，我们早就亡国了。都听到了吧？杨将军是有功之臣，你们若是谁还敢对其出言不逊，小心我让父皇把你们的舌头都拔光！陛下，此言差矣。丞相，所言何意啊？外寇入侵，大可与其和谈，何至于与对方招兵相见，拼个你死我活？况且，陛下身边不是还有位容貌倾国的太平公主吗？若真到了家国危难之际，大可让公主去和亲。
公主身为皇室血脉，当以江山社稷为重，想必公主也会为了不让皇上烦忧和救万千民众于水火之中，定然会去答应和亲的。你们身为男人，就连手握兵器上阵杀敌的勇气都没有，还要靠牺牲一个女人来换取安定，简直懦弱至极！哼！公主放心，有臣在一日，你便无需和亲。若不是你杨戬好大喜功，拖累整个朝廷，我们又何至于走到要靠和亲来解决外寇侵扰的地步？和谈并不可取，今日各一臣，明日就是10臣100臣，换一日之安情，有何意义？只有我们把拳头挥出去，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，外寇才不会随意入侵我们，这样才是真正的安定。如今国库是因为你杨戬才没钱的，杨戬，你要负主要责任。今天除非杨戬你把钱事情解决了，不然无论如何，大家都不会同意你开凿运河。陛下，您看这事儿。杨戬，朕深知开凿运河之事为国为民都好，只是这国库空虚，实在筹不出多余的银两。这开凿运河之事是否暂缓呢？陛下，开凿运河事关紧急，不能暂缓。陛下都说暂缓，难道你杨戬要忤逆陛下不成？臣绝非忤逆，若国库没钱，那便生产钱出来。笑话！没钱产钱，这谁不知？那也得有矿脉呀。如今铜矿、银矿稀缺，你告诉我如何产钱？现在就连民间都没有钱流通，出现了钱荒，就凭你还想产钱？难道你要凭空变出金山银山不成？谁说制钱需要金山银山？没有这些，照样可以制钱，制作流程会更加简单，而且制作成本极低。哈哈！你简直是大言不惭！你真当自己是财神爷呀？啊，没有矿脉怎么产钱？你说？太子真是不信。我信什么？我信你是财神爷吗？好，那我若能把钱制成，那开凿运河之事你们就不得阻拦，如何？若你做不到呢？任凭处置。杨戬，这是否太草率了一些？杨将军生前绝非一时，你切莫冲动。皇上。公主，请放心，臣不会有事。太子殿下，答应他，水稻之事是个意外。如今铜矿稀缺，就凭他根本不可能凭空变出钱来。好，若你能生出钱来，那开凿运河之事我们就不再阻挠。若是你拿不出钱，死！拿上来。杨将军说的生钱，该不会说的就是这张纸吧？一张纸怎么可能生钱？杨戬，这就是你口中所说的生钱之法？是，陛下，此物乃是纸币。纸币？既然现在矿产稀缺，那我们就可以发行纸币。一来可以解决铜矿、银矿现在稀缺的问题；之二来，纸币质地柔软、小巧，携带方便，而且制作简单，迅速加印，能解决目前朝廷缺钱的问题。百姓的钱荒亦可迎刃而解。杨戬，你怕不是要疯了吧？历朝历代都没有使过纸币，就你这软趴趴的纸币，百姓根本不认，倒不如拿去当厕纸使用。而且发行纸币，这万一要是民间有几个道行高的画家临摹绘制而出，那市场岂不要乱套？父皇，依我看，杨戬此人做事不切实际，如此荒唐之人，岂能重用？若陛下依杨戬所言发行纸币，只怕会激起民愤，王朝覆灭在即呀！糟了，就知道纸币行不通，当初就再该来一下杨将军呀。可是现在该怎么办？杨戬，我看发行纸币之事，
还是算了吧。因为纸币之事，从古至今也从未有过开创先例，而且纸币不同于铜币、金银锭一般货真价实，而且百姓确实难以接受啊！哼，我就说吧，你拿了一张破纸，抹了些油墨，就想当金钱使用，杨戬，你怕是想钱想疯了吧？简直是自诩虚荣！从古至今用的都是铜币，而你杨戬想用纸币取代铜币，难不成你想说你比古人更聪慧？真不知天高地厚。陛下，发行纸币绝对没问题。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发明的纸币根本就行不通，你输定了。来人，把杨戬给我拿下！慢着，皇妹，你要做什么？这是大臣与杨戬之间的赌约，你无权干涉。我自是无权干涉，这纸币是否流通，自有父皇定夺。结局未揭晓前，你无权做出决定。不过就是一条等死的狗罢了。陛下，只要所有人都相信官家是为百姓好，哪怕只写着华元通宝4个字的纸，都能当钱用。铜币只不过是一个流通工具，它所具有的价值是国家赋予的，也是百姓对一个国家信用的肯定，这才让铜币具有意义。就像现在的民间，没有人再会用覆灭的前朝铜币来进行交易，是一个道理。陛下，百姓要的从不是货币适合材质、适合样式，他们看的只是国是否昌盛，朝廷是否接纳采用。只要国还在，朝廷认证了的，那百姓一定会用。不过就是说的好听，若纸币真如你所说生产便捷，那民间百姓岂不是人人都可效仿制钱了？对呀，若发行这种纸币，人人都能仿制，那买卖岂不乱了套？若人人都会值钱，纸币就会泛滥，那不值钱的东西谁还会用呢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。哼，装模作样，那你便说说如何防止百姓仿制纸币？只要在纸币中加入一种特殊的防伪就行。防伪？杨戬，这何为防伪啊？陛下，所谓防伪，就是在纸币中加入不易被人察觉的特殊粉末，这样就能辨别真假。不一样的粉末，哪里有什么特殊的水印？哼，他分明是在胡说八道，这分明就是一张普通的纸，哪有他说的什么粉末？哼，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发现，并不代表纸币中没有。小言之辩，在座大臣都看过你这张纸币，均未发现上面有什么特殊之处。陛下，依朕看，分明是杨戬在朝堂上故弄玄虚，罪在欺君，望陛下速速责罚，以正朝纲。杨戬，制钱乃国事，并非儿戏。若当真如丞相所言，你公然在朝堂上弄虚作假，朕也定当惩罚不误。陛下，表面上看确实没有。哼，让你嚣张，这下就算是皇上也保不住你。杨戬，你完了！大胆杨戬，竟敢欺君！来，把他拖下去斩了，以正朝纲。不行，父皇，杨将军为国为民做了这么多事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求父皇给杨将军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我朝律令，凡是包庇罪犯者，视为同罪。公主，难道你要包庇这罪臣杨戬吗？我还未说完，何来欺君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大臣们早有火光照顾，分明什么都没发现。杨戬，看你还耍什么花样！杨戬，你要干什么？这蓝火焰，这纸币燃烧的居然是蓝火焰！大伙快看呐！
啊，这怎么可能？妖术，这是妖术！这不是什么妖术，换谁来烧都可以。谁愿意一试啊？父皇，儿臣愿意一试。别怕，没事。这火可真漂亮。是啊，真好看。不过这火焰怎么是蓝色的？跟普通红色火焰不一样，就像变戏法似的，可真神奇。因为我们在制作纸币中加入了一些特殊的粉末，而这些特殊的粉末遇到火焰，会让火改变颜色。原来如此，妙哉妙哉！陛下，这防伪水印只有朝堂能掌握其中机密，绝不会传至民间，这样民间就无法仿制，也避免了纸币泛滥。同时，这样做能遏制往铜币中注入铁粉赚取黑心钱的不良铸币商。陛下，只有纸币流传开，那朝堂才能真正掌握天下钱财的流向。陛下，好，杨将军真乃神人啊！发行纸币，绿洲缜密，暗合天道，实乃治国良策，着即颁行。臣谢陛下。如今杨建在朝堂地位日益稳固，想除掉他越来越麻烦了。真是没用，连个人都处理不了。看来得怎么做打算？既然纸币发行已经成功，在座的各位大臣还有何话要说？还有谁要阻止我推行新政的？丞相，太子，说。好，既然众卿都没有问题，即日起由杨建推行新政。臣接旨。推行新政期间，任何大臣及其官员都务必配合杨将军，任何人都不得干预阻拦，若有干预阻拦者，斩！众卿可都明白了？明白。那就退朝。退朝。谢陛下，陛下，谢谢陛下。陛下，臣妾身子最近好像感染了些风寒。那需不需要朕为你传太医看看？啊，无妨，臣妾回寝宫休息一下便好。那皇后注意身体。你们两个怎么办事的？连一个杨建都除不掉。母后，这也怪不得我们。你也看到，这杨建花样太多了，又是无产万担的水稻，又是水印纸币，他这想法层出不穷，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不管如何，都绝不能让杨建得势，推广新政。如今各地粮商都由我们掌控。若是水稻得以推广，百姓自给自足，我们的财路就彻底断了。对，我们刚尝到一点甜头，绝对不能让杨建坏了我们的好事。那就得让他触霉的，希望他知难而退，不然。好。小美人，待会儿我再好好宠幸你。
既然大家都到了，那我就先说两句。如今杨坚照着功劳想替陛下推行新政，他想推便让他推呗，反正他推的是新政，又不是我们。让他推，此刻他推的是新政，那明天推的就是我们。新政我真实行，你们以为还有现在的好日子吗？如今我们已是一条绳上蚂蚱，都是为皇后太子效力，所以没有我的事宜，谁都不许配合杨坚推行新政。皇后太子待我们不薄，我们自当为皇后太子尽犬马之劳。愿为皇后太子尽犬马之劳。哈哈哈哈哈！既如此，接着奏乐。太好了，还好没有忘记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这儿本公主不能来吗？抱歉，公主，臣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是父皇让我来的。过段时间父皇寿宴，特让我来通知你参加寿宴。好，劳烦公主回禀陛下，臣一定会来参加。好，公主，这是火枪的制作图纸，请劳烦工匠务必赶紧制作出来。可是现在外敌并未来犯，为何如此着急赶制这火枪？因为新政执行，虽然陛下非常支持，但是推行恐怕不太顺利。只有手上握着生杀大器，足以震慑别人，才能让所有人服软。好，我这就回宫，让工匠抓紧赶制。谢公主。你我之间无需言谢。谁呀？今日中书府不待客，请回吧。我乃杨坚，来此有要事相商，速去通报。你是杨坚？丞相病了，不方便见客，请回吧。谁呀？回禀丞相，是杨坚。杨坚。您放心，小的按您说，称您病了，回绝了他，这会儿估计已经走了。说得好，若他还敢来，你就这般打发他便是。多拒绝他几次，想必他也不会自讨没趣吧？是。接着喝。来，喝，大胆！何人胆敢擅闯中书府？是我杨坚。杨坚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纵有皇上青睐，这中书府也是你说闯就闯的。今日定会在皇上面前去告你。够！丞相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吧。担心？我有什么好担心？陛下推行新政已过去3个月，地方官员为何还未执行？要问就问他们去，问我做甚？作为丞相，督促地方官员执行新政，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是又如何？你是将军，我是丞相，咱俩官职差，我为何要听你？是陛下亲封的钦差大臣。钦差大臣？哈哈哈哈哈！笑什么？我笑你愚蠢！我背后做皇国太子撑腰，就算你是钦差大臣，又能奈我何？钦差大臣又如何？就算你今天把我放到皇上那去，你只需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开除。跟我斗，还嫩了点儿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当真以为我治不了你吗？治我？丞相可是有皇后和太子护着，你不过一个钦差大人嘛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，省得自找苦吃。有皇后和太子，
谁敢治我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没有我的示意，北关绝对不会推行新政。拖上个1年半载，你的新政无法推行，到时候皇上失望，必定会降罪于你。皇上命我为钦差大臣时，我先斩后奏。今天难道不怕杀了你吗？杀我！我乃开朝元老太子太傅，是教导未来君王的老师。你敢吗？他有岂敢得罪皇后和太子？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。就是，就算皇上来了，想杀丞相也要再三犹豫。何况他一个小小的钦差。行了，我和北关还有要事，你没事就快给我发。慢着！怎么，还要我派人送你出门不成？杨戬，这里可是中书府司，你居然当着百官的面误认上位丞相！此等祸害百姓、阻碍朝廷之人，当斩！就算丞相有罪，那他也是朝廷命官，应当由陛下亲自裁决，怎可由你随意处置？朝廷命官，无奈皇上亲封的钦差大臣，愿皇上许我能够先斩后奏，杀他何罪之有？你丞相已死，我劝你等速速执行，将新政条令推行下去为好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的结果他一样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是。陛下，臣妾告发罪臣杨戬当众杀人，罪不容诛。对，父皇，杨戬大逆不道，居然当着百官的面杀死丞相，如此行径根本就没有将律法放在眼里。儿臣复议，将罪臣杨戬当众问斩，以正朝纲。杨戬，你居然还笑得出来！丞相拉拢百官，意图阻碍新政推行，该杀。而且我先斩后奏乃皇上特许，区区宦官，我有何杀不得？朕确实说过这话。陛下虽赋予你先斩后奏之能，可毕竟是当朝宰相太子太傅，你又怎可以一言不合取其性命？推行新政，乃为国为民的大事，不能因为小人之举而耽误。陛下，新政推行耽误一天，就会有不少百姓饿死街头。父皇，难道要放过这个杀人凶手吗？不行，这杨戬分明是在藐视王法，杀戮诚信。臣妾恳请陛下处置杨戬，请陛下处置杨戬，请陛下处置杨戬，请陛下处置杨戬。为了天下，也为百姓。够了！丞相之死是其阻碍新政推行，朕赋予杨将军先斩后奏之能。杨将军所言所行，皆是代表朕。不行，这杨戬1而2，2而3的坏事，绝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。可是陛下，够了，皇后，朕说过无需在意。皇后是听不懂朕说什么吗？是。还有，今后你和太子休要为难杨将军，不然休怪朕无情。退朝！臣等告退。要死你！哦，为何如此动怒啊？本宫为何不气啊？那皇帝居然为了区区杨戬来训斥本宫！还有你和那丞相，一个两个都是废物！还好你不是为本宫所生，若是本宫亲生，非得被你气死不可！母后消消气，他不过是一朝得势，皇帝才利用他而已。过不了多久，他便会失势的。不行，他已经取得你父皇的青睐，绝不能再任由他发展壮大下去。那母后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前些日子不是派人去找西域密商购置了一批欢宜香吗？那就好，明天陛下的寿宴，你就母后这手段高。
实在是高。等着吧，杨戬，明天寿宴便是葬身之时。婴儿，快点儿！公主来了，怎么样，美不美？够美了。公主打扮如此漂亮，想必不是为了皇上，而是为了那杨大人吧？你休要乱说，我穿成这样，自然是为了给父皇贺寿。是。对了，贺礼。糟了，贺礼被拉在行宫了，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婴儿，你快回去帮我取一趟。好，我这就去拿。杨将军，臣祝皇上千秋万岁，江山永固，国运昌隆。好，朕还是辛苦杨将军为朕排忧解难。臣定当竭力。好，喝。公主的簪子怎么会在一个侍卫手上？站住！你是何人？为何会有公主的发簪？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来，没事吧？杨将军，我刚刚是在给父皇贺寿的路上。看来此贼人是故意引我至此。公主，快捂住口鼻！此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香气。此香有何不妥？臣在边疆驻守10年，曾在边境待过一段时间，在缴获的物品当中闻到过此香。此香的名字叫欢宜，是西域特有的，是男女纵欲之香，具有催情之效。纵欲之香？臣刚才在宴会上看到公主的发簪在他人之手，臣担心公主的安危，就追此人到此，不料被其逃跑了。但此殿中只有公主一人，恐怕贼人是想利用此香来陷害你我，好一石二鸟。我乃当朝公主，你是镇国大将军，何人如此大胆，敢加害你我？待我回去后，协同母后将父皇引导至此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发现你杨戬竟敢玷污公主，那就等着掉脑袋吧！太子，难道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？未必，凭他一人断不肯如此大胆行事，恐怕背后有幕后策划。我这就向父皇指出他们的勾当。班长，你如果现在把这事儿告诉皇上，皇上也未必能降罪于皇后。那我们岂不是吃了这个哑巴亏？没事，我有办法。公主，你就瞧好吧。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没弄好？怎么了，皇后？陛下，臣妾可能是有些乏了，想先回宫休息。
这样啊，行，那皇后先去歇息，注意身体。谢陛下，我们走。难道事情没有办成？你现在去通报皇上，该怎么说？你知道的。皇后放心，奴婢所见，定知无不为。杨建，这次你必死！谁啊？本宫可是皇后，谁敢伤害本宫啊？太子，你不是美人，快来快活呀！你看清楚了，本宫可是皇后，是你的嫡母。你是美人儿，来吧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当真看清楚了？奴婢以性命起誓，的的确确看到了杨将军进入寝殿，与公主行淫秽之事，颠鸾倒凤，不知天地何物。岂有此理！简直岂有此理！这声音简直有辱斯文，竟敢在皇上寿宴当天行私的淫秽之事，这简直是枉为人臣啊！来人，把门给我打开！陛下，这不太好吧？这么多人都在，要是被众臣瞧见了，这岂不是让公主和杨将军名声扫地？他们既然敢当着陛下的寿宴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，就该为了这事儿付出代价。给我开！谁再敢阻拦，杀无赦！陛下，陛下，父皇。贱婢，你不是说他们在里面吗？陛下恕罪，这奴婢也不知道，他们不是应该……应该什么？父皇，刚在殿上没看见父皇，听闻父皇在此，儿臣特地前来向父皇贺寿。这是儿臣为父皇准备的贺礼。那你？臣方才在宴会上喝多了，想四处走走醒醒酒，正巧碰到了公主，便一同前来了。那这里边是？这声音听起来似乎是皇后。皇后？不是皇后，应该是某院的宫女和侍卫秘密私通。里面是何人？打开门一看便知。哎！不过这是何意？陛下，这里面男女重情的场面属实不堪入目，交给奴婢，奴婢一定好好训斥他们，不让陛下恼心。如果只是轻微训诫，那宫里的人都会懈怠。如果人人如此，皇宫岂不乱套了？陛下，此事必须严惩。臣提议，先将这对男女抓出示众，以儆效尤。那就依杨将军所言，开门。不能进，不能进啊！啊！不能进，不能进呀！把窗帘给我拉开，朕倒要看看究竟是谁竟敢如此大胆！这竟然是，竟然是皇后，还有太子，竟然是你们两个！皇上，不是你看到这样，你听臣妾解释。竟然是你们两个背着朕做出如此大逆不道、违背伦常之事，你们是当真死了吗？别废话了，
就趁着多钱啊，来赔本公子一块快活呀！你这个逆子！逆子，你可知错？我这是在哪儿？父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朕若是不在这儿，你们难道还要继续瞒朕做这天地难容之事吗？母后！你还知道她是你的母后啊？陛下，不是这样的。陛下，是他，是杨戬，故意陷害臣妾和太子，想挑拨臣妾与陛下之间的关系。臣妾真的是冤枉的。对，父皇，儿臣岂为和母后做此等龌龊之事啊？就是杨戬，是他要加害于儿臣和母后啊！太子、皇后，不要随意栽赃诬陷。人和公主方才到，对这里发生的事毫不知情。各位大臣有是啊，你这个逆子，这么多双眼睛都在看着呢，这明明都是你跟皇后在私通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思悔改，百般狡辩呢？陛下，就是杨戬，这一切都是杨戬编排好的。他给太子下药，再把本宫引过来，等陛下跟大臣们到的时候，好看见，好让你们误会我们啊！对，皇上为何来此？皇后难道不知情吗？你的计谋，本宫如何知晓啊？娘娘的意思是，臣是故意买通你身边的掌事姑，又故意把您和太子关在这儿，还故意利用自己和公主清白，把皇上引至此，对吧？你这个贱妇，明明是你做的丑事，你还把脏水泼在杨将军的身上，你哪里有半点做皇后的样子啊？朕现在看到你就恶心。陛下不是这样的，陛下。来人，将皇后永进交房殿，非死不得出。这与皇后此生不复相见。陛下不要，陛下不要，陛下！你太子，把你关进宗祠，好好反省3个月。3个月之后，若再找不出自己错在哪儿，就永远给朕跪着。父皇，儿臣是冤枉的，父皇。这次真解气，还以为父皇还会惧怕皇后的势力，又一次让步，饶恕了皇后和太子。没想到父皇直接将皇后软禁起来，还说出死生不复相见，此话已形同废后。看来父皇这次真的是下定决心要整顿朝廷了。太子被惩，皇后被废，这是他们咎由自取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若是日后他俩能够安分守己，倒也罢了；要是还是执迷不悟，一味的干扰朝政，想要控制朝廷，那就是自取灭亡。不过皇后的母族势力庞大，十分顽固，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将其连根拔起，恐怕皇后和太子暂时杀不了。放心吧，公主，要是他们再敢轻举妄动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相信以杨将军的才华，定能协助父皇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。看，那是大臣们为父皇寿宴准备的烟花，好美啊！是啊，这一朵朵硕大又金碧辉煌的烟花，跟你火枪迸发出来的火花很像。要是你的火枪也能变大，是不是也能打出这样美丽的烟花？对呀，可以变大，威力更强。太好了！对不起啊，公主，我只是一时太高兴了，失了分寸。
后，是陛下让你来的，对不对？本宫就知道，陛下是绝不敢生本宫的气的。陛下打算何时放本宫出去？啊！母后，是儿臣自己要来的。啊，母后小心！儿臣此前去求过父皇，但父皇很生气，他似乎没有要将你放出去的意思。我可是皇后，陛下怎么可以对本宫如此绝情？一定是那杨戬，若不是他坏了我们的好事，这整个王朝都应该是本宫掌控的才对。那母父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暂时让杨戬死。他不仅杀了丞相，如今还害你我被陛下厌弃。若再不杀他，恐怕哪天他就要拿剑架在我们脖子上了。那我们该如何做呢？既然陛下如此绝情，那本宫就只好让其退位，让你来当真皇帝了。可我们该如何让父皇让位我？你别忘了，本宫能当上这皇后，且犯错，陛下也不敢动本宫一丝一毫，那全都是仰仗着本宫母族的权势。况且御林军统领是本宫的胞弟，本宫说一，他从不说二。明天我们就以清君侧为由，杀杨戬，让陛下退位。杨戬，臣在。朕听闻新政推行后，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，就连商贾交纳的赋税也日益增长。如今山河无恙，天下太平，你功不可没。说吧，需要朕怎么奖赏？臣之所为，皆为社稷苍生，能得陛下厚爱，已是无上荣光。若是陛下允准，臣愿继续为国效力，以报陛下荣恩。杨将军果真是忠勇之将，兴国之臣。朕若不赏你点什么，岂不被天下百姓痛斥成昏君啊？陛下治国之德，举国皆知。若陛下真要赏赐臣，那待臣把外敌入侵的这些土地通通收回，再赏赐不迟。也罢，这功朕暂时为你记下，待日后等你凯旋归来，朕再一并嘉奖。谢陛下。就凭你也妄想征服外敌，收复失地，简直可笑！皇后，是什么人如此大胆，竟敢私自放他出来？本宫要出来，就有何人敢阻拦？朕早说过，与你死生不复相见。如今你公然进入朝堂，干扰朝政，还违抗军令，你当朕真的不敢杀你吗？皇后，杀我也得有这个本事才行。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把这里给本宫包围起来，任何人不得放出！什么？皇后、太子是要造反吗？当然是让皇上退位，诛杀罪臣杨戬。3000御林军在此听候娘娘的号令。好，很好。保护皇上和公主。在场的文武百官，本宫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机会，要么臣服于我，要么死。皇后，你们这是要谋反吗？竟敢带兵公然围剿威胁朕！要不是你对本宫和太子苦苦相逼，又何至于此？归咎一切的原因，都是因为他。本宫念在你是本宫的夫君，太子的生父，今日你若写下诏令，昭告天下，即刻退位，让位给太子，本宫可以不杀你，但是这杨戬，非杀不可。你们这是在逼朕吗？是又如何？如今所有权势为本宫掌握，要么顺势而行，要么死。都死到临头了，你笑什么？皇上公主不必担忧，这区区3000御林军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可笑！就仅凭你一人，也抵抗得了我3000御林军？不过逞一时口舌之快，匹夫之勇也就如此。母后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免得徒增变数。好啊，那本宫今天就先杀你泄愤。来人，杀！杨将军，小心！你们以为只有你们留了后手吗？出来吧！
这些人拿着金属把手的武器，莫非就是你当初所说的火枪？陛下慧眼如炬，这个正是臣发明的火枪。可火枪威力再大，对方却足足有3000人马。可是你装备的这火枪才仅仅有4个人，如何跟御林军对抗呢？陛下无需担忧，臣待会就让您见识一下这火枪真正的威力。父皇啊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尽忠尽责的将军，生死时刻就带了这么寥寥几个人，简直就是拿你的性命开玩笑啊！公主啊，当初你若是听我们的话，将杨戬斩首，换一人拍，也不至于落到如今这个下场啊！天子决策，岂容你们质疑？若不是杨将军协助父皇，而今又怎会天下太平？分明是你们狼子野心，想要谋朝篡位！住口！若再敢多说一句，我就撕烂你这张嘴！笑什么？杨戬，你若现在肯乖乖跪下给本宫磕头，本宫倒是可以答应给你留具全尸，如何啊？这倒不用，因为死的并不是我，而是你。你当真以为仅凭这区4人就可以抵御本宫的3000御林军啊？对付你们这4人足矣。口出狂言！你今天就要为你狂妄自大付出代价！是火枪又如何？4人，本宫不手可。多说无益，是真是假，你们试试就知道了。死到临头还嘴，那本宫就送你去地府见阎王！给我杀了杨戬！冲！预备，放！妖怪，简直是妖怪啊！这就没想到火枪的威力竟如此之大，3000御林军居然全被杨将军研发的火枪给射杀了。当初看杨将军炼制试用火枪时，只觉得射出的火花好看，没想到威力居然这么强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3000御林军就这么没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是在做梦，对，我是在做梦！不要杀我！我还不想死！我还不想死啊！别杀我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！火枪的威力如此恐怖，得此神兵利器，何惧外敌啊！既然无关人等都已清醒，无朝篡位的奏折，好算算了吧。杨戬，本宫困身皇后，你知道对我动手的下场？别过来！啊！你要是真的对我动手，我会让你还有国还有百姓全都后退！本宫让你后退！还有你们，给我去死！杨戬，你大胆！篡夺太子，逼宫夺位，该杀！我不想死！我不想死！身为太子，却不思百姓疾苦，伙同皇后一起祸乱朝廷，这是民不聊生，该死！杨戬，你再厉害也没有用，父皇只有我这一个儿子，你杀了我，皇室的血脉就断了。丧天良，灭人性，早就是太子之德。国家交到你手，真的是愧对百姓，有毁家国。陛下，陛下，你当真要由人杨戬在这殿内肆意妄为吗？陛下，父皇，儿臣觉得杨将军说的没错，天子德行，若无日月昭昭，
天下百姓必心生暗系。你给我闭嘴！我是太子，这是为了那天下公主，你不能杀我！陛下，杨建他独揽专权，肆意妄为，难道你就不怕他？老匹夫们，听好了，杨建，朕从来就是国，而不是君，你不能杀我！杨建。陛下，臣之所行，皆为国为民。若您为此要降罪，臣甘愿受罚。父皇，镇国将军杨建，德才兼备，智勇无双，助朕平定山河，勇冠三军，今特此其为武王。与公主和亲，赐丹书铁券，世袭罔替，10亿万户，统领三军。陛下，您这是？你们还不拜见武王？拜见武王。可皇上，怎么是不满意赐赏，还是不满意赐婚呢？不是，臣今生今世，非公主不娶。儿臣也今生今世，非武王不嫁。那还不赶紧谢恩呢？谢父皇恩赏。